吴医师，请问内开跟外开手术该怎么选择啊？我们可以利用很简单1秒钟可以判断说你到底是适合内开或是外开。你轻轻用你的食指跟拇指捏你眼下的皮肤，然后再放开。如果放开之后皮肤回弹的速度比1秒还慢，也就是说1秒之内没有办法完全平整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代表你的皮肤可能有一点轻微松弛，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外开的方式。那我们接下来详细讲一下内开跟外开适合怎么样的族群。内开手术适合什么样的族群呢？第一个是适合皮肤弹性良好、没有松弛皮肤的人；第二个，没有明显眼下细纹的人；第三个，眼下没有多余皮肤的人。有些人虽然很年轻，皮肤弹性很良好，但他天生眼下就是有一些皱褶、多余的皮肤，这时候可能也没办法单用内开手术处理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适合想要恢复期短、没有疤痕的人。那外开手术适合怎么样的族群呢？第一个，眼下皮肤有松弛的人，或是有细纹的人；第二个，眼周肌肉也有明显松弛的人；第三个呢，就是比较追求完美、不在意有疤痕的人，希望能够一并达到中脸的提升、拉提与紧致的人。那吴医师，我要请问一下，内开跟外开，他们这2个手术流程有何不同？好，那我们来分别详细讲一下内开跟外开的手术流程。内开手术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清醒局部麻醉做，或是选择舒眠麻醉。清醒局部麻醉呢，就像是你看牙齿拔牙一样，我们在要手术的部位打一点麻药，过了几分钟之后，伤口麻醉之后呢，就可以开始进行。那舒眠麻醉呢，就是请专业的麻醉科医师来，在做像大肠镜、胃镜那样的时候，让你打个针睡着，醒来的时候手术就结束了。处理完麻醉之后呢，我们接着从下结膜开一个小小的伤口，进去剥离到我们眼袋脂肪的上方，有一个叫做眶隔板的地方。这个眶隔板就是包覆我们眼袋脂肪的结构。那接着我们小心的打开眶隔板，打开之后呢，眼袋脂肪分成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内侧的脂肪，第二个是中央的脂肪，第三个是外侧的脂肪。如果是采取补脂方式的客人呢，我们会小心的帮这3个脂肪小心的移除，之后再用补脂的方式去填补。那如果是使用转位的方式呢，我们会将这个脂肪垫向下移到泪沟的骨头上做固定，来做凹陷的填补。拿完脂肪之后呢，我们要接着把眶隔板固定。如果是因为老化或是遗传的方式导致眶隔板松弛，我们就会做一个加强固定的动作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会将中脸的筋膜、苹果肌以及连头法令纹一起做向上的固定，也就是俗称的中脸悬吊。那做完这些步骤之后呢，我们再将下结膜的伤口小心的对齐，不需要缝，那也不会留疤。手术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。那外开的手术流程呢，前面的麻醉步骤是一样的。麻醉步骤完之后呢，我们小心的从睫毛下缘将皮肤切开，向下分离出松弛的皮肤。分离完松弛皮肤之后呢，我们将眼周的肌肉剪开或者是部分移除，这个我们视情况而定。剪开眼周肌肉之后呢，下面就是一样我们的眶隔板啦。那如果是使用转位的客人呢，我们会将脂肪垫向下固定在泪沟的骨头上，填补凹陷。如果是使用补脂的客人呢，我们就会直接移除这些脂肪垫。处理完眼袋脂肪之后呢，我们一样会将眶隔做一个加强固定。接着我们会将中脸筋膜、苹果肌以及法令纹向上做一个加强悬吊。接着我们将多余的皮肤修除，在眼角的部分做一个拉提的提升固定。最后我们将皮肤缝合，将疤痕藏在睫毛的根部。那这就是我们的外开手术的步骤啦。吴医师，那这些流程走完后呢，恢复期会是多久啊？那这2个恢复期有没有差别？内开手术总脏淤青的时间大概是5到7天，外开手术总脏淤青的时间大概是1到2周。伤口的部分呢，内开手术是没有伤口的，外开手术的伤口是藏在睫毛根部，那伤口的疤痕大概3到6个月会淡化。内开手术呢，大概要2到4周会自然，那外开手术呢，大概是4到6周会自然。那术后需要怎么照顾啊？那术后照顾呢，第一个，你伤口一定要顾好，用生理食盐水擦拭伤口。如果有眼药膏的话呢，就要擦眼药膏；如果有眼药水的话呢，就要点眼药水啊，一样一定要吃术后的消炎药。那有什么注意事项呢？第一个，肿胀2到3天内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稍微冰敷，但如果补脂的话就不建议。那睡觉的时候呢，尽量枕头稍微垫高一点，不要让肿胀的循环一直堆积在眼部。那1周之内呢，有几个要尽量避免的。第一个，避免化妆；第二个，避免戴隐形眼镜；第三个，避免做激烈运动；第四个，避免长时间用眼。那2周之内呢，就是避免熬夜跟吃重口味食物，因为这样会不利于消肿。那1个月内呢，会尽量避免去泡温泉、三温暖以及抽烟喝酒，因为如果你有补脂的话呢，这些可能都会影响脂肪的代谢。那特别提醒一点，现在大家年轻人都很喜欢滑手机跟追剧，1周之内尽量避免用眼，所以不能够滑手机跟追剧哦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手术完之后一定要遵从医生跟护理人员的指示，定期的回诊追踪哦。好，那如果有相关眼袋的问题，欢迎大家找专业的医师咨询。
我是真美学诊所的吴建豪医师，也欢迎大家来找我咨询。麻烦大家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没效的才是最贵，想做就要找专业。